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说到智齿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长智齿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。那智齿到底要不要拔掉呢？很多人不知道，下面我们来看看吧。其实这个是因人而异的。如果智齿不影响你正常的口腔功能，那么就可以不用拔掉。但如果出现3种情况，就要拔掉了。第一种，阻生智齿。什么是阻生智齿呢？那就是智齿完全没有长出来，是歪曲的形状，并且呢埋在牙肉里，这样会对相邻的牙齿造成伤害，影响口腔健康。所以建议大家这样的智齿最好拔掉。第二种，龋坏的智齿。如果智齿出现牙结石并且龋坏掉了，就建议拔掉了，要不然会伤害口腔健康。第三种，没有对咬的智齿。有一些人只有一侧长了智齿，另一侧却没有，这样没有相互抗衡的智齿很容易影响对面牙床的健康，所以最好也要拔掉。虽然拔牙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，但如果遇到上面3种情况，还是建议大家拔掉智齿，以免给身体造成伤害哦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感觉自己头晕、头痛、手脚麻木、记性差，其实这些都可能和脑供血不足有关。那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动作，能帮助提高脑供血。首先，保持站立的姿势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然后先向左抬起双手，开始做抓手的动作，做10下，再向右做10下，最后双手向身体两侧举起，也是做10下抓手的动作。这个抓手动作一共做100下，可以早晚都做一次。做的动作不用太快，这样做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血管保持通畅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以及头晕手麻都有很好的作用。大家可以坚持做一做。那想要改善脑供血不足，还可以用食疗的方法，可以经常用山楂干泡水喝。山楂含有丰富的3萜酸，能够软化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可以帮助疏通血管，让血液更加的通畅。所以经常的喝点山楂水，能够帮助预防和改善脑供血不足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，经常会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。那当出现这种情况时，应该及时的进行改善。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做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拍打头颈部。首先，大家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，站着或者是坐着都可以，然后全身放松，眼睛看向前面，举起双手拍打头颈部，用右手拍打左侧，左手拍打右侧。先从后颈部开始拍打，一直拍打到前额处，然后再从前额往后拍打到后颈部，这样来回拍打5分钟。那这样拍打可以通经活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不仅能改善脑供血不足、头晕、头痛的症状，对中老年人还有健脑或增强记忆力的作用。那中老年朋友如果想要身体健康，平时还可以用食疗的方法配合着这个动作一起用，比如常喝苦荞茶和冬瓜荷叶茶，可以帮助血液保持畅通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也有一定的帮助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那别小看它，如果不加以调理，很可能会引起中风和脑梗。下面就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提高脑供血。这个动作就是伸懒腰，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将双手举过头顶伸直，然后用力的拉伸腰部和后背，每次拉伸5分钟左右。伸懒腰这个动作做完会感觉身体很舒服，因为我们在伸懒腰的时候是肌肉收紧和放松的过程，而且还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血液回流到心脏。经常做一做，有助血管通畅，增强脑供血。中老年人经常的做，还能够预防脑梗哦。那除了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平时还要注意，不要久坐不动，多做一些缓慢的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散步、打太极拳等。还可以经常的用山楂和苦荞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改善脑供血。生活中很多人会遇到头晕眼花、记忆力下降、失眠多梦的情况，其实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。今天教大家2个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脑供血不足。动作1，按摩印堂穴。印堂穴在我们2个眉头的中点，这里是气血汇集的地方。按摩时可以用大拇指的指关节按揉这里，每次按摩5分钟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。动作2，踮脚拍手。双脚稍微打开一点，然后踮起脚尖，双手向身体两侧伸直，双脚落地时，双手向前拍手，每次做5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脑供血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也有帮助。
除了做上面2个动作外，平时饮食也很重要，多吃蔬菜水果，可以常用山楂和苦荞泡水喝，能有效的预防脑供血不足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总感觉脑子不好使，头晕头痛，还睡不好觉，很可能是脑供血不足惹的祸。今天给大家推荐2个耸肩动作，能有效的改善脑供血不足。1. 自然站立，身体放松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将双肩向上提起来，坚持3秒，再自然落下，反复练习100下即可。这个动作能够放松肩部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2. 坐在椅子上，2脚分开，双手弯曲放在胸前，伸出大拇指向上，然后再将双手向上抬起，举起手臂，同时向上耸肩，双手向后方用力，也是做100下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上半身血液循环，增加脑部供血，能有效的改善脑供血不足的症状。脑供血不足的呀，可以常做这2个动作，还可以呢配合着吃点山楂、苦荞茶，有助血管畅通，对大脑供血有帮助哦。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，很容易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。如果想要预防的话，平时要少做2件事。第一，缺乏运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而中老年人更需要运动。如果长期不运动，会使免疫力下降，血液变粘稠，血管堵塞，造成脑供血不足的情况。第二，少吃高盐食物。如果摄入大量的盐分，不仅会使血压升高，也容易导致血管堵塞，使人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。所以饮食清淡一点比较好，也可以呢常用山楂干、苦荞茶泡水喝，有助疏通血管，预防大脑供血不足。那经常脑供血不足的人，推荐大家常做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抓手。保持站立的姿势，2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2手臂向前伸直，用力张开食指，坚持几秒，再将双手握拳，这样反复抓手3分钟，每天早晚都做一次。那这样抓手呢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，对改善大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作用，大家可以坚持的做一做哦。生活中很多中老年人会出现头晕头痛、耳鸣、失眠多梦、记忆力下降的情况，这些呀其实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当脑供血不足时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做一个小动作，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抓手。站着坐着呢都可以，将双手向前平举，使劲的张开食指，然后再用力握拳，这样坚持3秒，再张开，反复的做100下。经常做抓手这个动作，可以帮助我们疏通胳膊上的经络，促进上半身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呢，大家呀可以经常的做一做。除了这个动作，大家还可以配合的喝点苦荞茶和山楂水。苦荞茶和山楂可以呢帮助疏通血管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也有一定的作用哦。好啦，就说到这里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